身处分段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的人被诊断出大肠癌，而且很多人在发现的时候呢，已经不是早期。那么在中医临床观察里面，大肠出现问题之前，身体可能就会有一些警讯啊，比如说从耳朵啊、脸上啊，还有甚至脸上的一些变化，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到底哪一些排便异常又不能轻忽？早餐如果吃错，会不会让肠道长期发炎？我们今天邀请专家教大家怎么样从日常来观察大肠的健康，然后同时呢，他会分享吃了20年的5行养肠早餐，以及简单实用的揉腹功，帮助大家呢肠道蠕动，远离大肠癌的风险。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宜生中医诊所院长、教授级的吴宏前医师。Hello， 吴医师你好。大家好。教授，其实啊，我们说到大肠癌啊，是真的是常见的癌症啊。那现在还有年轻化的一些倾向，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里面呢，从2013年到2022年之间的发病率呢，每年上升2.9%，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哦。所以，如果我们想了解大肠的情况，除了我们知道照大肠镜之外，您其实有提到从脸上，还有包括耳朵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否可能罹患大肠癌，所以这个资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请问您，我们应该到底怎么看呢，教授？对，我拿出一些我的经验我们看这一张图，第一张图就是这是一个病人，就是他是大肠癌的病人，结果呢，他到我的诊间，然后他跟我叙述说他大肠癌，然后他要来调理身体，然后调理身体呢，我就很好奇呢，我就从他的耳朵详细的去看一下，结果发现了，这个是一个女生结果发现她的大肠区这个地方呢，你看长了一个很像小猪猪的一个丘疹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赶快用我的相机呢，给他做一个记录。其实这个地方耳朵的这个大肠区呢，就是我们大肠的所有的病症呢，都会反映在这个大肠区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很有趣的所以如果说你在耳朵的大肠区出现了一些变化呢，其实你应该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注意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啦、排便的习惯啦这些，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提到，所以这是一个征兆大肠区。那我们看第二张图这个第二张图解释一个这个病人，就是我去义诊的时候，然后去义诊的时候呢，这个病人本来是在看身体酸痛的，那我就帮他问诊，问得很清楚然后他说他身体酸痛，然后他又说然后我又看一下他的耳朵，然后发现他的大肠区那个地方呢，有一点焦黑类似烧焦的一个黑色的情形。然后我又问他这几天排便的情形，他说他刚好这几天连续都排那个拉肚子的便，而且是血便我就心里就很警觉，我就说，那虽然我帮你针灸可是我希望你赶快去看一下你的大肠，去检查一下。他说没有关系啦，等我有空再去啦，我可能下礼拜才会比较有空，下礼拜再去。可是我很坚持我说你这几天一定要赶快去。那后来他就也听我的话就去检查了。结果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我去义诊的那个护理小姐，就是说，她去检查的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护理小姐跟我说，哇，她是大肠癌的第3期了所以这个耳朵的这个大肠区的地方呢，一定要有时候我们可以照个镜子看一看，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变化。其实我们从耳朵里面，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耳朵有没有？然后从耳朵里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征兆。那耳穴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下来的一个标准穴位。那其实你看耳朵哪边有病灶的话，其实就算你还没有去检查呢，你也可以从那个病灶的地方每天轻轻的给它按摩。其实轻轻的按摩，当它的磁场共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常常注意自己的身体，注意身体的一个征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脸上我们看我们的脸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角外面的眼角对下来，然后跟这个鼻翼的地方对过来。那这个交接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脸部的一个大肠区的一个地方。那大肠区的地方呢，如果说长了很多烂疮比如说聚集就是在大肠区有很多的烂疮，或是类似有不规则的这个斑出现，莫名其妙产生不规则的斑。那这如果合并，你又有这一些排便的一些异常症状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建议你要详细的去这个大肠直肠科这边做一下检查。万一如果说刚好有一些问题的话呢，越早发现越早治疗，其实效果会越好。是，所以从吴教授您刚才在解说的时候，就是你在临床上面，就是真的有从耳朵，然后从脸上长出有可能不明的一些斑或是痘啊，或者是耳朵长出一些不明的情况，就可以来做一个基础的判断。那当然呢，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指标，大家平常就是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微妙的变化。那另外我们就要想进一步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大肠癌跟饮食的关联还蛮大的，很多人早上赶不上班就要急急忙忙上班，所以早餐就很多随便吃或干脆不要吃。那其实这样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没关系啊，我又不饿。但是我想请教您，这个对肠胃伤害会很大吗？有没有可能会增加大肠癌的一些风险呢？一般就是说我们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固定时间进食我们的3餐因为研究生理时钟的这位医师其实得了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所以生理时钟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肠胃就是固定时间你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固定分泌一些消化液。可是呢，你如果时间乱掉了，比如说你本来该吃早餐的时候你没吃，结果这个时候呢，肠胃它可能在分泌一些东西，它可能在蠕动，结果变成在消化你的自己的消化器官，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而且对于胰岛素的分泌也是不好。你有时候有分泌，有时候没分泌，或是你不时的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胰岛素也会乱掉，所以其实它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那肠胃功能的紊乱还不至于会造成这个大肠癌，除非就是说因为你肠胃功能紊乱，然后造成这个肠子长期的发炎的刺激，才有可能再转变为其他比较恶性的一个变化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尽量按照我们应该吃的这个3餐的时间去进食，其实对身体还是最好的。是，其实说到肠道健康从中医跟西医的概念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肠道健康也是有帮助我们抗老。那中医来讲，肠道健康也是跟我们的长寿很有关联。那么饮食呢，我们就要进一步来了解一下了。如果我们早上真的要吃点什么，有没有什么建议的食物？比如说哪一些东西尽量不要吃啊，或者是说，哪一些建议，你可以吃一些东西呢？吴教授，您个人有什么建议？我个人就是说其实很多加工的食品，还有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就不要吃。比如说哪一些加工的食品，现在连美国的营养学最近也公布的一个建议的营养指南，就是说我们加工的东西其实尽量不要吃，特别是在早餐的时候呢，不要去吃这些加工的物品。所以之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吃的这些火腿啦、香肠啦，其实我现在其实都不碰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说这些加工的食物你尽量不要吃。那另外，我个人现在因为看诊久了以后呢，因为有时候早上要看门诊，那我之前呢会吃，比如说会吃一些汉堡啦、面包啦，或是这一些薯条这些油炸的东西，那它的升糖指数比较高。可是我发现呢，我有时候在看门诊的时候，如果吃这些升糖指数比较高的东西，我会昏昏欲睡呢，我会把脉把到都快睡着的感觉，真的。所以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连这一些精致淀粉类的东西，或是面包发类的东西，其实我几乎都不再碰了。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吃到这些比较健康的这些食物啦。那刚好就是说，大概在好几年前那个我老婆看到有一个
一个婆婆呢，她90几岁了，然后而且身体还蛮健康的，然后嗯，刚好有一天要去运动，早上要去运动，所以呢，我老婆就问她说：婆，哎，为什么你这个90几岁的身体还这么健康呢？还要去运动？她说：哦，我吃那个地瓜、番薯啊，已经吃了50几年了，所以我哦，觉得我的身体健康其实跟吃这个地瓜有关系。嗯，哎，那我就突然我老婆回来跟我说以后呢，我就回来就是说再把它改良一下。所以其实我们吃这个我们家的五行健康餐已经吃蛮久了。比如说我们会用很多的根茎类，像这个南瓜啊、地瓜啊、红萝卜啊、白萝卜啊。那地瓜有黄色的、有红色的、有紫色的。那马铃薯哦，还有这个鸡蛋。也就是说，我会用这个根茎类的，它含有这个很多样的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很多样的这个营养，我不会单一只有一种，而且我会切小块小块的这样子把它分成先用那个保鲜的那个盒子，就是不锈钢的盒子，因为你不要用塑胶，塑胶放在冷冻库里面，我怕还会有塑化剂，所以我会用这个不锈钢的盒子把它装。然后我们全家呢，其实我老婆大概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她就会准备这个全家的这些五行的早餐。我们大概这个根茎类跟这个鸡蛋，然后那五行早上我们就是说五行叫青赤黄白黑嘛。那青赤黄白黑，比如说像青色，我们有时候其实我还会加鸡蛋，蛋白质就是鸡蛋。那根茎类的我们会用，可是呢，有时候我会故意呢不用这个鸡蛋，因为有时候我会用优格，那优格里面本身又含有很好的这个益生菌，所以用优格以后呢，然后我太太又会用切一些各式各样的水果，小块小块的，然后再加坚果。那如果我又用优格的加坚果水果的话呢，然后我的这个鸡蛋就会减量，可能就没有鸡蛋，或是只有1颗鸡蛋，这样才不会吃到太饱。那五行我们刚刚讲的青赤黄白黑，其实这边酪梨啊、绿色的蔬菜你都可以加。那红萝卜啊，或是黄色的这个南瓜、地瓜，或是白色的这个马铃薯、山药。那紫色啊，这个紫色的山药，这个都属于黑色的，所以是补肾气的。还有黑芝麻、蓝莓啊、葡萄这些，其实都对肾还不错。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五行早餐。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变化当中呢，其实它不会那么的无聊啦。比如你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其实你会吃得非常的烦。那很多我每次上节目，或是我在跟病人教说我有吃这个五行早餐的时候，他说：“哎，吴医师，你不会吃到这个很烦吗？”其实我不会的，因为其实我在教大家一个秘诀啦，就是说我在吃早餐，其实不只吃早餐，然后吃早餐、吃午餐，还有吃晚餐的时候，其实我还在做一个心里在感恩的一个，比如说我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我感恩老婆帮我辛苦的准备这些餐，那感恩这个儿子女儿懂事听话善解人意，然后感恩农夫的这个辛苦栽种啊，还有感恩这些我辛苦然后赚来这些钱可以买这些好吃的东西。其实我不断的在感恩当中，所以其实不瞒大家说，那个有时候当你感恩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你会一边吃东西还会一边掉眼泪那种感觉。所以其是，实它是很愉快的心情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他吃的非常的厌烦。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早餐啊、午餐啊、晚餐的时候，你做一些感恩的动作，其实，你会觉得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吃，那就是像人家写的书的一样，活在当下啦。你当下，嗯。而且你去吃每一粒米，每一个蔬菜，还有每一个肉的纤维，你去咬那个咀嚼的那个味道，还有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我认为这样吸收效果会特别好。
哇，其实刚才吴教授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可能知道，就是当然我们挑选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但是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个饮食，我觉得更重要。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啊，就是水结晶的故事，就是当你对这个水发出善念感恩的时候，这个结晶会长得很漂亮，但是你发出恶念的时候，比如说你很坏，你很不好，它的结晶就会结晶的不好。人体70%都是水，所以当你对这些食物啊，进行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感恩的心情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提供给你的，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你只是没有去用显微镜去观察它可能就会起到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不妨跟着吴教授的一起脚步，大家一帮试试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很受益，而且挑选什么样的食物也很重要。那另外我们其实要讲到说，一般人真的有时候真的太忙了，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准备5型早餐，或也吃不了这么多，所以还是要请教一下教授，如果我们真的要保留的话，有哪几样的食材您可以建议？有没有比较简单准备的一些秘诀呢？好，通常我老婆会去买就是去市场，你大概1个礼拜去市场1次就可以了，你不用每天都去。然后你把这些该买的东西呢，比如说跟今天我刚刚讲的啊，红萝卜、白萝卜啊，花椰菜啊，马铃薯啊，玉米啊，这些东西准备好。然后呢，你一定要买那个刚好1个人份的那个钢杯，其实现在市面上都买得到，而且那个钢杯它有304、316的钢杯，它比较不会有塑化剂。很多我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都说那就用塑胶袋放进去，我说不行啊，塑胶袋还是有塑化剂。所以你就用钢杯，然后那钢杯还有刚好有盖子盖着，所以它一次准备，比如说我们早餐大概就7天呢，就我们家4个人就准备，比如说28份嘛，那就放在冷冻库里面，放一点点水，放冷冻库。那我们这样子很方便啊，我们前一天晚上呢，就把这个4个钢杯放到电锅里面去，然后再用这个8颗蛋，然后1个人就1个钢杯2颗蛋，然后放进去呢，放到电锅里面，外锅放一点点水，那我们就去睡觉啦。那隔天起来，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早餐了，那就很方便，真的很方便。那水果呢，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们水果加优格呢，它放冰箱里面，我们出来只是再加一个优格，一点点水果坚果，那其实都不用花很多时间的，很快，非常的方便。是，吴教授这么讲好像也不会那么难，就是你把它放在对的这个容器里面，比如说像您用钢杯啊，可能现在有出很多钢的这种便当盒，我觉得也是很方便啊，而且也避免塑化剂，然后放到电锅里面，大同电锅好像人手一个啊，就是家里都会准备，所以其实这个很方便。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吴教授您会边吃饭边感恩嘛，刚才有提到说，那您自己本身在实践下来，我想很多观众可能跟我同样的感觉，您在实践下来你有什么具体的发现呢？其实我到现在都已经60几岁了，我去检验报告啊，我所有的检验报告其实都是正常的，目前为止其实都正常。然后我大概没有吃任何的西药，目前我自己有吃一些保养的中药啦，但是就是透过这样比较健康的饮食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到目前为止其实都已经非常正常，而且都是黑色的。对啊，甚至我的肾脏指数啊，因为检查是我的学生看到的嘛，我3种刚好有我的学生，主治医师刚好我的学生，他吓一跳，他说老师，哇，你差3分，你的肾脏指数就快满分了呢，所以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尽量吃原型的食物，然后不要再添加任何的加工物，其实对身体是比较好的。是，其实我们刚才在直播之前也跟教授来谈，教授不只是就是各种身体机能很正常，连眼睛都没有老花眼，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有很多人30几岁、40岁就已经眼睛就很难了，然后甚至白内障什么都出来。可是教授，您以这样的年纪，说实在也看不太出来，然后眼睛还还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大家不妨学习，我们都要跟这样子的高人来学习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好，我们再回到肠道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肠道很容易长息肉，那也是有可能会
长肿瘤。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跟你说跟饮食啊，跟什么生活也是有关系，但是跟体质会不会也有直接关系呢？对，其实我们中医就是说，在西医里面讲，它其实在比较容易有大肠癌体质的人，就是他有基因的遗传嘛。那一样，我们中医把它分类成3种体质，就是比较容易会长息肉啦，或是肠道比较容易乱长东西的。第一种叫做血瘀体质嘛。它气血循环不好哦，那个地方塞住了，那塞住的东西，在塞住的地方就容易乱长东西哦，这个就是一个血瘀体质，就是气血循环不好的人。那第二个就是痰湿体质，那痰湿就是我把它解释就是说，不正常的代谢废物太多，比如说我们舌头伸出来，舌苔很厚，我们就说那个叫痰湿体质。那痰湿体质的人家不正常的代谢废物太多，一直累积在大肠里面，其实它就容易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那另外第3个比较常见的叫做湿热体质。那湿热体质就是说，你不但有不正常的代谢物，而且你又比较容易火气大。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在门诊里面发现，几乎所有大肠癌的病人呢，有很大部分都是长期便秘的病人。我们讲说，不管是实火还是虚火，这个热的体质就是它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那你又有不正常的代谢物，你又长期的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那是你势必容易一个乱长东西啦。尤其是第3个这个湿热体质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长息肉啦，或是大肠乱长东西的一个体质。是，那如果这样来问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湿热的体质呢？好，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检验的标准比如说第一个，比如我们刚刚讲的容易便秘，比如说人家一天大概上1次以我们医学来讲的话，一天上厕所3次到3天1次都算正常啦。那可是我们临床这个 这么 range 久，还蛮大的。对，可是我们临床这么久，我们都宁愿像尤其食安问题还是蛮严重的，我们都希望一个人一天可以上3次，会比3天上1次还要好。所以这个便秘体质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火气大，我们刚刚讲的一直处于发炎的状态。那脸上一直在长毛囊炎，它其实也是一种不正常代谢废物，就是湿热体质的一个表现所以一定要看医生，把这个湿热体质给解决。那另外一个发炎的情形，口干舌燥也是一种我们口腔里面发炎情形的一种表现。那另外一个，因为它湿热嘛，又处于发炎，所以他身体一定会很燥热，所以他会喜欢喝一些冰凉的东西，所以他又爱喝冰凉的，然后我们又造成容易产生湿的体质。我们刚刚讲不正常代谢物又会比较多。那第5个就是容易上火，我们刚刚讲的，就发炎的体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烤的啦、炸的啦这一些东西呢，就不要吃。那现在的医学也发现了，你吃的这些烤炸的东西本身自由基就会比较多，那自由基就会比较多的话，就会造成一些发炎的情形。那发炎的情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上火的体质嘛，我们刚刚讲湿热就是热的体质。那另外一个身体常常会那里痛这里痛，其实也是一种发炎的体质。所以有这种情形，这几个情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照顾自己的身体，不然就是找个医生帮你处理一下。是，那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容易湿热的体质，肠道也容易长东西的这样的体质，那进一步我想请教您，有没有一些说药膳啊，或者是茶饮，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一下，平常就来保养保养呢？对，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叫做除湿清热茶那我们平常就是把这些药品放进去，里面有大概陈皮跟薏仁，陈皮跟半夏本身就是化痰的一个很好的中药，所以我们用陈皮10克，半夏5克，然后薏仁本身又有利湿的一个作用然后它又健脾利湿，又对脾胃非常的好。那生姜也是化痰，那我们用的这个薏仁可能会比较寒一点点，可是我们用的生姜它比较温一点点，然后寒热以后就中和了，以后这一帖药又不会太寒，又不会太燥，然后再用这个茯苓，茯苓也是最好的一个利湿的一个药，而且它是养生的一个中药。那
另外我们加一个蒲公英，蒲公英是一个非常好的清热解毒药哈。那我曾经用这个蒲公英呢，把它来治疗一些肠子化脓的病人，甚至有哦，像那个妇女生产过后的那个乳房呢，它会乳汁不通，就会造成嗯乳房这个化脓发炎。那我们用这个蒲公英特别针对这个乳房乳腺炎或是这个肠子化脓的发炎呢，它的效果会特别好。所以蒲公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药。所以我们用的这一帖药呢，它有清热、祛痰、除湿，所以我们用这个以上的药材2000cc 呢，用水把它煮沸大概5分钟，然后放到温度温了以后呢，再用当做开水饮用。那这是对肠子的清热除湿非常好的一帖药。其实大家可以平常就在家里，全家其实都可以喝，泡来喝。嗯那有预防嗯。这个肠子乱长中西的一个疗效。哇哦，哎，其实吴教授，你刚才在说解说这帖药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会看了我们的节目，会觉得，我也想让我们的肠道更健康啊，可能大家都会想要去主动去买来去试试看，我来煮煮看，有没有哪些人其实建议就是不要喝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禁忌呢？其实还好，这一些药它其嗯实不会有一些任何的比较强的一些副作用啦，所以我嗯。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喝，不用担心。是是，好，那我们就，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刚才啊，我们已经有观众就看了，就是哎，我自己细数一下有没有比较燥热啊，或者是哎有没有比较上火或口干舌燥，那有的人就开始算自己已经中了2个，所以大家如果有上述的一些情况的话，建议这道养生茶可以大家来品。现在我觉得这时候是一个很好除湿的时候，大家不妨来泡来喝喝看。好，那另外呢，吴教授，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的独门的法宝哦，您自己还有一个揉腹功，那这个部分我就想请教一下，借这个机会来帮助我们，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好处，适合哪一些人呢？揉腹功其实它有帮助肠胃消化啦，帮助血液供应到肠胃啦，还有是，帮助肠胃蠕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针对这个容易胀气啦、拉肚子啦，或是便秘的这些消化不良的这些群众，其实它效果还不错。那我们看嗯，哦，这个我们在按的时候是以肚脐为中心，然后呢，上面有中管穴啦、下管穴，然后下面有气海关元，特别旁边有2个天枢穴，天枢穴要叫大肠的募穴。然后呢，我们的肠子刚好是从比如说我们的图片的左手边叫升结肠，到上面叫做横结肠，然后到右边叫做降结肠。所以我们真正在帮自己肚子按摩的时候呢，我站起来按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就好是好好，然后大我家可以们这里借这个机会来自己也练一下，对，我嗯们以这里为肚脐，肚脐是中心点哈。我们以这里为肚脐中心点，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肠子是叫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所以你自己看自己的肚子的时候，把它当做这里是一个时钟，所以我们在按摩的方向是从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所以是顺时针的一个按摩。特别针对消化不良跟胀气的或是便秘的病人，就顺时针按摩哈。比如说这个肚脐中心在这里，然后我们用小圈，你记得哦，是直接没有穿衣服哦，就直接在皮肤上面按摩。那你如果说觉得不方便推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薄荷油，含有薄荷油的任何东西，清凉油、万金油、郁油精其实都可以哦。然后这样子先小圈，然后慢慢大圈，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速度，由小圈到大圈，哦，然后搓到整个肚子这边、肚皮这边发热，其实不用很久，一般3到5分钟，它其实就会发热，甚至发热呢，这个肚皮会稍微有一点红红的。然后在哪时候按呢？在3餐的饭前按，效果最好，因为我们吃饭以后，从胃到小肠，然后到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所以大家帮助消化、消胀气跟便秘的病人是由小圈按到大圈，然后再由小嗯圈按到大圈，然后记得按到肚皮有一点热热的，甚至有一点点粉红的颜色，其实就可以了。那如果嗯，是
长期拉肚子的人，那你就要逆着时钟哦，你想象你的肚子有一个时钟在这里哈，比如说你这里是12，这里是6，然后这里是3，这里是9，所以你如果是拉肚子的话，你就要逆时钟这样子按过来。哦，逆时钟按过来，一样搓到热为止。哦，这样可以治疗这个拉肚子的情形。那如果是便秘、胀气、消化不良，你就记得一定要顺时钟这样子按摩。你看你肚皮的一个时钟，顺时钟按摩，这样子就是最简单的揉腹功。哇，谢谢吴教授的示范。但是我们再强调一次，这个按摩大概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在什么时候更适合来做这样子揉腹功按摩呢？在3餐的饭前，然后3餐饭前，对，一般是按摩3到5分钟，然后一定要用一点点速度，然后让它搓到热为止，是效果比较好的。是，但同时要注意，刚才教授有提醒，就是便秘、胀气、消化不良就顺时针，然后逆时针就是如果你肠胃比较虚弱、经常拉肚子的话，就逆时针来转。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平常就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肠道。那另外在等一下跟教授讨论之前，我要先快速的来做一个广告时间了，因为最近很多人在告诉我说，他们用了3C 啊，看了电脑时间很长之后啊，对眼睛的伤害还蛮大，有时候经常会出现眼干涩，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是飞蚊症的情况。那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之前推荐的这个 Wise 草本冷敷贴，对他们缓解这种干眼很有帮助。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它使用者嘛，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很多的电脑啊，还有手机啊，确实让我们的眼睛感觉非常的干涩。那这个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打开来之后，因为我就会放在我的桌子前面，然后它有一颗一颗小小的这种贴，你就贴剂，你把它贴到眼睛的这些穴位的地方，那上面会有标示，所以用起来就是平常你觉得眼睛有一点点干涩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贴。那如果你有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的干眼的话，你其实可以天天然后贴之后呢，你就会感觉你的眼睛是比较舒服，大概贴上5分钟，在这些穴位的地方，就中医都会叫我们要按摩穴位啊，你就可以代替我们的双手来简便的，平常就可以做好保养我们的眼睛。那推荐给大家，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活动，就是有5块美金的折扣，你只要打上 JO5就可以有5美金的折扣，而且全台是台湾的话，台湾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台湾是免运费。然后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影片，我会在影片底下的留言区跟说明区都把这个链接贴上去。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您可以点击。好，那我们继续请吴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从大肠癌，然后讲到人的一些比如说脸部的一些变化，耳朵的一些变化。那您如果假设我们平常就是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的话，您会就大肠癌的这个部分，您会建议大家怎么做？来稍微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好吗？第一个，你要注意你的排便的时间、排便的习惯，还有养成固定的时间进食。然后呢，就是说你就要注意你的耳朵，还有你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鼻翼过来跟眼睛对下来这个大肠区的地方的一个变化，然后养成3餐定时定量的一个好处，然后尽量吃原形的食物。那这里很重要的要提醒大家一点，其实很多中医师、西医师呢，治疗这个便秘的病人治不好，其实他们缺了一项，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早上的5点到7点是大肠经走的精气最强的时候，那7点到9点其实是胃经精气最强的时候，所以其实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叫生理时钟，这一位医师其实他拿了诺贝尔医学奖。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理时钟的概念呢，你尽量每天呢要让自己有3到5分钟的时间去蹲这个厕所，特别在早上起床的这个时间，我们刚刚讲5点到7点或是7点到9点，而且是固定的时间。那如果你刚开始吃西药、吃中药，它通了，可是不吃又不通，那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让它养成生理时钟，1天、1个礼拜、1个月。那记得哦，蹲3分钟就好，没有就起来，不然蹲太久呢，其实会痔疮。那你把它
每天呢这样子去蹲久了以后呢，让它变生理时钟。你只要每天这个时间，它肠子就会蠕动，那就会完全的改善你的便秘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很好的一个生理时钟的概念，去把自己的很常年的便秘给它解除掉，对你的以后的生活也会比较方便。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吴宏前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从怎么饮食啊，然后包括感恩的心啊，然后另外还有揉腹功，还有包括我们要按照生理时钟来去过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养生最关键的答案，所以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再次感谢吴教授，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哇，其实今天真的收获很多，谢谢，拜拜。很多人就以为说啊，我们这个生活作息，然后大肠癌就可能好像突然间大肠癌。其实大肠癌，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医生，他就告诉我说，大肠癌是一个真的可以预防的癌症，就是你早期发现，你可以早期治疗，但是从饮食、从生活习惯，你就可以去做调整了。那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最近发现你的排便习惯有点改变，而且经常的便秘或包括腹胀，还有甚至严重的便血的话，另外体重莫名下降，一定要赶快去做检查，因为这样子不要耽误时间，不要等症状很严重了才去处理。那平常我们就从教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早餐就开始来养我们的肠道，多吃一些原型食物，然后你的规律作息，再补充足够的水分，还有适合自己的茶饮、揉腹功，都可以帮助维持我们肠道健康。其实呢，别忘了，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大肠癌其实可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的。记得多留意身体带给你的讯号，养好我们的肠道，就是在为我们长寿来铺路。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不要忘记离线前还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九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